尼罗河究竟有多可怕？亚马逊河里的蟒蛇到底有多恐怖？你知道世界上最危险的河流在哪里吗？你见过每年夺去数十万人生命的河流吗？在全世界，大大小小的河流有很多，然而在众多的河流中，有一些河流却非常凶险，是绝大多数人的噩梦。为什么这些河流会如此致命？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让人恐惧的3条河，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可怕的河流。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3个，尼罗河。一提起尼罗河，相信多数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尼罗鳄。没错，这里就是上万只尼罗鳄的家园。尼罗河位于非洲大陆的东北部，河水自南向北注入地中海，它的总长度达665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整个尼罗河流域覆盖了非洲大陆整整11个国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方方面面都依赖于尼罗河所提供的食物和资源。这里对当地人来说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线。由于这里气候干燥炎热，环境恶劣，当地人必须要依靠尼罗河生存。同样，当地的动物也必须依靠尼罗河去生存。这也是尼罗河最可怕的一点，因为生活在尼罗河流域的动物对人类来说往往都是非常致命的。在这里，除了鳄鱼与河马，其实还有很多对人类非常致命的动物。这些动物每年都会造成大量人类死亡。尼罗河除了拥有非洲最大的鳄鱼，这里更恐怖的还有毒蛇，其中就有全世界最致命的蛇——黑曼巴蛇。黑曼巴蛇是非洲最长最可怕的毒蛇，同样它也是世界上爬行速度最快的蛇。这种蛇爬行时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0公里，它是仅次于眼镜王蛇的第2长毒蛇。这个家伙的平均体长都在2.4米，最长可达4米长。它是最让非洲人恐惧的蛇，一旦被这个家伙咬伤，最快仅需要30分钟就有可能致命。除了黑曼巴，还有埃及的眼镜蛇、水蛇以及非洲岩蟒，这种大型蟒蛇也会出现在尼罗河流域。这些可怕的动物就分布在尼罗河的岸边以及水中。除了毒蛇，在尼罗河的河水下还有一种非常可怕的食人鱼，这种鱼叫非洲虎鱼，是一种非常贪吃的肉食性鱼类。之所以说它贪吃，是因为这个家伙几乎敢于攻击绝大多数的动物，它们不挑食，这种鱼会吃掉任何它们在水中能够找到的东西，即便是鳄鱼、非洲虎鱼也敢于对其发起攻击，它们非常凶残。这种鱼最可怕的一点就是它们的体型，它们要比普通的食人鱼要大得多。成年非洲虎鱼的体长一般都在1米以上，它们的嘴里长有32颗尖利的牙齿，杀伤速度十分惊人，并且这个大家伙还喜欢成群捕猎，非常凶猛。抛开毒蛇与非洲虎鱼，其实尼罗河里最危险的动物还是鳄鱼与河马。如果单从外表来看，很多人会觉得鳄鱼要比河马更危险，但实际上河马要比鳄鱼更致命。你知道吗？河马虽然看起来比较笨重，但实际上它们非常灵敏。这个大家伙虽然拖着上吨重的身体，但它在陆地上依然可以以每小时40多公里的速度奔跑。在水里，它们的速度也可以达到每小时8公里。无论是在水中或者陆地，河马都可以轻易地追上我们。还有就是这个大家伙虽然是以草为主食，但永远不要忘记，它们并不是草食性动物，它们与棕熊一样属于杂食性动物，也会吃肉，而且它们的性情也相当暴躁。在尼罗河流域曾经发生过多次河马袭击人类的事件，据估计在非洲每年至少有500人死于河马的袭击。遭受到河马袭击的人类通常都会特别的惨，因为河马一口就可以将一个人类咬成2半，非常可怕。比河马还要致命的尼罗河生物其实都在我们的意料之外，不是毒蛇，不是鳄鱼，也不是河马，而是蚊子。要知道，尼罗河是蚊子孵化幼虫的最佳地点，在尼罗河的周围有很多浅滩，这些浅滩就是大量蚊子与蚊子幼虫的聚集地。它们的可怕之处就在于蚊子身上所携带的西尼罗河病毒。西尼罗河病毒是在1937年发现的，当时在乌干达尼罗河以西的一名妇女受到感染，之后便开始逐渐蔓延至世界各地。后经过人们深入研究，最终发现这种病毒是由尼罗河的蚊子以及鸟类传播的。由于蚊子数量庞大，并且与人类接触较多，导致当地的很多人都会感染由蚊子叮咬所携带的病毒。这种病统称为疟疾。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非洲大陆每年死于疟疾的人数高达几十万人，这多数都是由蚊子所引起的。除了以上那些致命的动物，活动在尼罗河流域的还有尼罗巨蜥、非洲刀鱼、各种毒蛇以及危险的鱼类。如果一个毫无野外求生经验的人身处尼罗河，一旦遇到这些可怕的动物，可能连1天都活不过。尼罗河固然凶险，但还有一个比尼罗河更恐怖的河流，那就是亚马逊河。你知道亚马逊河有多危险吗？你知道生活在这条河中的蟒蛇有多恐怖吗？亚马逊河位于南美洲的北部，它是世界上流量最大的河流。亚马逊河的长度达到了6400公里，是仅次于尼罗河的第2长河。如果按体积计算，这里却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河流。亚马逊河里到处充满了危险，生活在河里的恐怖生物数不胜数。
在这里，即便是世世代代生活在亚马逊河附近的土著人，也不敢轻易的下到河中游泳，因为稍有不慎就会被河中的生物夺去性命。在这条河中，最让人恐惧的就是食人鱼。在多达30多种不同的食人鱼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红腹食人鱼，也叫红腹水虎鱼。这种鱼通常都活动在亚马逊河中水流平缓的地段，它们产量极大，成群活动，一群有时候能高达上百条在一起活动。它们游动在浑浊的河水下，以各种鱼类和落水动物为食。这种鱼的嘴里上下两排都长满了匕首状锋利的牙齿，它们一口下去很有可能直接咬断我们的手指，非常凶猛。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掉入水中，只要被一只食人鱼咬伤，伤口处向外渗出血液，血腥味就会吸引来大批的食人鱼前来啃食。短时间内，食人鱼群就能够将一个落水的动物啃到只剩下白骨，非常可怕。比食人鱼更可怕的就是电鳗。生活在亚马逊河里的电鳗比食人鱼更加恐怖。这个家伙是该流域放电能力最强的淡水鱼类，它一次向外输出的电压可达300到800伏，这足以将人类直接电晕。电鳗的危险程度要远高于食人鱼，因为遭到食人鱼的撕咬，短时间内我们还有时间去挣扎逃命，但一旦遭到电鳗的电击，基本上是毫无生还的可能。要知道，一旦被电击晕倒在亚马逊河中，河里会有很多足以让我们致命的生物在等待着我们，比如黑凯门鳄、牛鲨以及体型庞大的亚马逊森蚺。要知道，亚马逊森蚺是当今世界上人类已知最大的蟒蛇，它们的体型非常庞大，体长可达10米以上，身体粗如一个成年人的躯干，它们有足够的能力将一个成年人吞下去，有时候它们甚至能够将黑凯门鳄整个吞下，非常可怕。更致命的是，森蚺嘴里的牙齿向后弯曲，一旦被它们缠住，一般人是根本没有能力挣脱的。除了森蚺这种大型蟒蛇，水中还有各种携带剧毒的蛇。这还没完，比蛇更让人恐惧的还有一种小型生物——牙签鱼。之所以说它比蛇更恐怖，是因为再大或者毒性再强的蛇，我们用肉眼都可以看到，但这种牙签鱼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我们很难发现它们，以至于它们即便已经寄生在我们的体内，我们也不知道。牙签鱼属于一种鲶鱼类的淡水鱼，它们可能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脊椎动物，即便是成年的牙签鱼，体长也不会超过10厘米，并且这个家伙全身透明，体型细长，而且还活动在浑浊的河水下，因此我们很难在水中发现它们。这种小鱼虽然体型不大，但它们却是当地人最恐惧的鱼类。牙签鱼的游泳速度很快，它们的鱼鳃带有倒钩状的倒刺，能够在短时间内钻入到其他动物的体内，并且利用自己头部的倒钩将身体牢牢地固定在寄主的体内，然后再慢慢地吸食血液。对了，你知道吗？在亚马逊的河中小便很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在河内小便在当地是大忌，主要原因就是牙签鱼。牙签鱼在当地有着巴西吸血鬼之称，如果有人在河中小便，牙签鱼便会顺着尿液的气味迅速钻入人体，然后便开始吸血，甚至啃食人体组织，给人造成剧烈的疼痛。一旦被它们钻入体内，除非动手术，否则它们不会自己钻出体内，非常可怕。当地人对牙签鱼的恐惧要远胜于食人鱼，由此可见这种小鱼的危险程度有多强。除了以上那些，亚马逊河中其实还有很多能够杀死我们的动物，比如长达5米的巨骨蛇鱼、凶残的牛鲨以及凶猛的水獭等等等等。总之，这种地方的可怕程度要远在我们的想象之外。但即便是这样，尼罗河与亚马逊河也并不是世界上最致命的河流，比这里更可怕的就是沃夫河。这条河远看上去风景如画，但其实是一个天然的诱杀装置，已经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沃夫河位于英国的约克郡山谷的国家公园内，这条河的全长也仅为97公里，中间河道最窄的地方也仅为1米多宽，一个成年人完全可以直接跨过去。在这条河最窄的地方，看上去就像是一条风景秀丽的小溪，如果第一次看见，没人会把这里当作是一条主河道，更不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凶险水域。再加上这里也并不像尼罗河与亚马逊河那样生存了许多致命的危险生物，在沃夫河里没有可怕的鳄鱼，也没有致命的毒蛇，生活在这里的动物绝大多数对人类都没有威胁。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里成为了世界上最危险的河流呢？答案就是河水下的暗流。你知道吗？在这条看似平静的小溪下，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并且又有极其湍急的暗流。我们可以看到小溪里的水颜色发黑，看上去就不大对劲。这是因为在水面以下并不是河床，而是非常深的暗流，地下有强大的漏斗式水流和淹没的地下洞穴以及裂缝。也就是说，一旦十足落水，就会被这条看上去平静的小溪狠狠地吸进水里，要么淹死，要么被强大的暗流吸进地下的洞穴，头部撞击岩石撞死。总之非常危险。这里的恐怖之处就在于，即便是一位游泳健将，几乎也不大可能从这里安全游出。强大的吸力加上变窄的河道，即便游泳技术再好，到这里也无济于事。在当地，有人称掉进这个地方的死亡率高达100%，因为在之前有很多人葬身至此。
由于没有确切的记录，以至于这条河究竟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还尚不清楚。导致这里这么危险的原因，其实主要就是它的外表。漂亮的外表会给人一种假象，在以前被这里夺取生命的人，多数都是在河边散步。由于岸边的岩石长满了比较滑的青苔，一旦失足滑倒，落到水中，几乎毫无生还的可能。几个世纪以来，这里一直在陆陆续续夺取很多人的生命。即便很久之前，人们就在这道河道的附近贴满了警示牌，但依然有人不惧危险前去挑战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最终导致死亡的事件仍陆续发生。很多人会觉得这么窄的河道，一步就可以横跨过去，但这里的危险就在于，一旦如果没有成功跨越，或者失足滑倒跌到水中，生还的几率非常渺茫。黑土之所以将它列为第一，是因为这条看似波澜不惊的小溪给人的恐惧感要比尼罗河与亚马逊河更强烈。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人们也都将这里誉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水域。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